他在飞机落地之前摘下了结婚戒指，下了飞机一上车就接过了队友递来的手枪。可这点火力在利比亚的班加西根本就不够看。在去往秘密基地的途中，两人遇到了武装分子。一挺 HPV 双管机枪，加上几支随时开火的 AK， 根本就不敢动。看着对方把枪管伸到了车前，罗恩第一时间拿出了签证，可对方要求下车检查。Sorry, sir, I can't do that. Look up. Go ahead, look up. See your face. We know who you are. Go on. Give the order to let us through. Live here while you still can. 就这样，他们顺利通过了关卡。但事实却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支援，靠着赌命的胆量，两人安全地回到了 CIA 在利比亚建立的前哨站。2011年，美英法联合空袭了利比亚，人民借此推翻了卡扎菲的政权，但遗留的大量军火被当地的组织控制，从而导致了城市之间的地盘争夺战。CIA 在班加西的秘密基地，就是为了监视致命武器流进黑市。算上新来的捷克，3个陆战队，1个游骑兵，2个海豹突击队员，一共6个人组成的雇佣兵，负责暗中保护 CIA 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已经成了家，但为了不留下破绽，只要是进了战场，就会摘掉戒指，毕竟他们都是刀尖上行走的人。班加西到处都是卖军火的，而且有专门的反美武装，他们有计划的跟踪和调查，就是想搞清楚 CIA 的前哨站在什么地方。Sorry to rush out. Babysitte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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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Get in. Don't you ever handle me like that again. Picked up a tail. See the green van? Whoa. 但是站长有规定，雇佣兵们不能先开火，低调行事是第一准则。而没过多久，老大就通知在场的各位，美国的大使约翰马上要到班加西进行演讲。6人武装小组一开始是作为司机对大使进行保护，在这些雇佣兵的眼里，这种招摇过市的做法跟送死没多少区别。每一个混进来的当地人都有可能携带着炸弹。Oh, what is this?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So much for a low profile. One of these people could clack off a vest. At least it'll be quick, brother. 因为第一次演讲并没有出什么意外，大使子认为特殊的保护都是多余的，所以只留下2个自带的贴身保镖，就让罗恩他们回去了。Be advised, reports that a Western facility or U.S. installation may be attacked. Read and destroy. 而就在同一时间，当地的武装开始了火力集结，他们人手1把 AK， 浩浩荡荡奔向了美国的领事馆。这样的阵仗不仅吓跑了周围的居民，连警察都是一脚油门落荒而逃。随着第1发子弹出膛，为期13小时正式拉开序幕。听到枪声，大使顿时感觉到了危机感，但不管后不后悔，战争已然来临。这些武装分子一边靠近一边扫射，普通守卫不是跑路就是躺枪，完全不堪一击。而在没有进入到里面之前，武装分子就先给大使送了2发大礼。园内的几个保镖赶紧分头行动，一组去保护大使，一组去指挥中心呼叫救援。可总部回应，在班加西美国没有快速响应部队，只有那6个雇佣兵。为此，老大要求自己带队，立马起飞前去支援。而这边大批的武装分子已经冲进了别墅，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各种放火扫射。里面的大使早已吓得尿了裤子，除了躲在安全屋等待救援，什么也做不了。在1公里外的前哨站，杰克等人听到枪声后，立马开始整备各种火力，准备去救人。Listen up. But we are the only help they have. 可罗恩却被站长泼了冷水，因为他们不是第一反应部队，更何况冒险去救人，很有可能会暴露前哨站的位置。而就在罗恩他们焦灼的期间，
武装分子已经爆开大门，冲到了别墅里面。Scott, there are tangos right outside your door. Do not make a sound. 找到安全屋的大门，上去就是一顿扫射，见没有效果，便全部出去拿燃油，准备放火把大使逼出来。Guys, they are coming inside. Get to the bathroom, crawl. Go to the bathroom. Go. 大火带来的浓烟一瞬间冲进了浴室，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几人根本就坚持不了多久。这边杰克在楼顶看到领事馆冒出了浓烟，这让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领事馆的武装分子嚣张至极，杀人放火。这边的前哨站始终按兵不动。罗恩很清楚，再不出发一切都晚了。 It's going from a rescue mission to suicide mission. Let us loose. Where do you think the next target's gonna be? Come on, get in the fucking car now. Go. 众人没有再理会站长，一脚油门冲出了基地。Oh, you can't put a price on being able to live with yourself. 因为离得并不远，两台车很快到了领事馆附近，看到有人拦路，他们赶紧让翻译阿穆尔去问一问，是不是有军烈士旅。谁知道阿穆尔刚上前，前面就有人放冷枪，战斗瞬间打响，各种子弹横飞，场面极度混乱。乱枪之下，罗恩的精英小队选择摸进领事馆。尽管他们只有6个人，但无论是战术装备还是作战经验，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We'll get established. Let you know when it's clear to advance. No, lucky we got that guy on our side. Get cover. Get cover. Run. Move. Go. Hustle. Might want to get inside. Wonder if they can get the Broncos game. Easy. We got 4 tangos. You guys are watching a soccer game. 很快，罗恩他们与烈士旅摸到了领事馆门口，跟着一发 RPG 就炸到了面前。对方不仅人数众多，还有一辆重机枪守着大门疯狂扫射，强大的火力一下让他们寸步难行。扫清了重火力，其他的杂兵都不足为惧。 Guess we're going in. 他们很快冲到了烧着的别墅前。 You got bad guys inside? We got separated. 里面已经火海一片，罗恩和杰克尽可能地进行了搜救。 Chris! Steven! Todd, follow my voice! Follow my voice! Go! 结果只找出了大使保镖的尸体，而大使本人却始终没见踪影。就在杰克2人搬运尸体时，阿穆尔过来汇报，说敌人正在重新集结火力。罗恩听后下带上关键资料，立马撤离，继续待着这里，他们全都得挂。可他们还没有走，敌人就展开了新的攻势。在新一轮的对射中，罗恩他们只能掩护大使的人先行撤退，可先走的保镖早就被大火烧懵了。杰克跟他说出门左拐，但他绕了几圈走了相反的方向，结果就是在途中遇到了武装分子的首领。Lane, we are exfilling the compound. No. He said go left. No. Left! Get out of the way! Back right. Left! Who's this fucking guy? No! Left! Going the wrong way. 对方让他们下车，双方语言不通，很快气氛就突破了临界点。
好在这台奔驰是防弹的，不然分分钟他们就成了马蜂窝。面对敌人的穷追不舍，他们一边呼叫支援，一边寻找回到前哨站的路线。Coming up on our ass fast. Hey, we're under heavy fire. We're on west flat. Shoot us! 这边别墅内，罗恩的小队机枪扫射加上榴弹的一波流，很快就打退了冲上来的敌人。在回基地的路上，罗恩询问保镖这边情况，得知他们已经甩掉了敌人，但实际的情况是，敌人知道保镖要去哪，他们不是放弃了追杀，而是准备集中火力进攻前哨站。很快，奔驰挂着两边的风火轮回到了基地，罗恩的车也安全地进了大门。只不过这并不是黎明前的曙光，而是破晓前的黑暗。罗恩警告站长，从现在开始这里他说了算，所有人都要准备迎接敌人的总进攻。美国对他们无法提供空中炮艇支援，所以他们6个人加上没死的保镖，就是这座前哨站的所有战力，重新分配了弹药。罗恩拿出地图制定了各自的火力点，接着几人便马不停蹄地爬上屋顶，开始部署和观察敌情。这一夜注定不眠。在叶世仪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就看到有大批的武装分子进入了视野，敌人从附近的农场一点一点地向基地摸进。罗恩下令，等他们走得足够近再开火。Chief, are we cleared hot to shoot? See a weapon. Shooter's discretion. Come on, we're on the right here. 一颗爆雷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双方的火力交叉，在夜晚拉出一道的火线，各种爆炸和血浆横飞。敌人拿着 AK 一顿乱射，罗恩小队则是精准点射秒杀。在人数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罗恩小队成功击退了敌人第一波攻势。但敌人也不是傻子，先找一波敢死队来试探基地的火力，然后再继续进攻。反正他们有的是人。在这期间，罗恩等人抓紧时间休息进行调整，并且不断地争取火力援助。大使至今没有消息，是死是活并不知道。捷克的老大作为唯一的支援被困在了机场，当地部队因为钱还在争论由谁将他们送往基地。为此，罗恩的队员都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敌人玩的是车轮战，他们几个就算再精英，也会有弹药打完，体力耗光的时候，短暂的喘息稍纵即逝。杰克敏锐地看到远处敌人开来了一台巴士，第二波攻势即将打响，更狠的武器，更多的人数，甚至有车直接开到了基地门口。这时站长说刚来的是烈士旅的人，这是误杀。可这种时候对于罗恩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误杀一说，只要是靠近基地的就是敌人。索命的子弹拉着火光，一发一发穿透敌人的身体，在肾上腺激素的刺激下，罗恩小队早就杀红了眼。高度专注的战场观察，总能让他们提早一步发现危机。干掉了敌人的大威力武器，这次的进攻对敌人来说已经失败了。罗恩小队艰难地扛下了第二波攻势，期间屋内的 CIA 工作人员一直在请求支援，哪怕是让 F-16低空飞过，提供一轮震慑也可以，但因为没有授权，请求还是被无情地驳回了。此时无论是罗恩还是其他人，经过2轮高强度的战斗，体力和专注度都降了下来，从一开始的孤注一掷到现在的思念家人，这样下去再来一轮进攻肯定会出现伤亡。唯一的好消息是黎明时分，捷克的队长带队赶到了基地，几经波折，他们终于是填补了有效战力。Blue! Cavalry!
Artillery's here. 看到友军，大家都如释重负，准备进行撤离。谁知道送他们来的车队几乎没有停留，立马掉头离开了前哨站。地面的杂兵他们还有应付的能力，可接踵而至的迫击炮对罗恩小队来说就是降维打击。就这几发迫击炮的轰炸，瞬间抹杀了包括罗恩在内的3名队员。虽然没有了后续的持续进攻，但目前的战局对仅剩的队员来说已经是毁灭性的打击。在黎明的映衬下，奥兹带着断臂自己往医务室走去，而碎石下的队友们都已经没有了呼吸。Guide him where he needs to be. Take care of his family. 就在众人处理伤势的期间，外面一下来了几10辆全副武装的皮卡。 Oh my god. I don't know. It's over, guys. Massive heavy force. 受伤的奥兹第一时间要过了手枪，坦图则在楼顶准备做最后的挣扎。 This isn't over till it ends. 但通过手势，他发现来的人是友军。突然的如释重负让他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美国通过交涉，让利比亚的部队前来护送所有人去往机场进行撤离，那里有利比亚的飞机进行接应。至此，这场战役终于落下了帷幕。 Sir, this is the last ride out. Yeah, I know. You what? Got work to do. I'm staying. And save your ass again? 在机场，大使的尸体被送了过来。当时在别墅逃出去的大使被敌人抓获，但因为吸入了过量的浓烟，最终还是丢了命。这场持续了13小时的战斗，美方以4具尸体画上了句号，而对方不仅葬送了无数的生命，也破碎了无数的家庭。战争带来的永远只有创伤，和平的背后总是积满了尸骸。